房貸一族拼買房，老公婚前有房有車是保障，法定財產制這一關，很多人到離婚才看懂。先說結論婚前的房子跟車子登記在誰名下，未來依然就是誰的。你住進去不代表你就有份這件事情很多人都有自己奇怪的誤會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集影片聊了有200萬買郊區中古屋好嗎？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嫁給有房男人生就穩了嗎？今天來聊一個題目就是一定會被幹的題目。你一定也聽過在社群媒體上人家講說，結婚的對象最好要找什麼完美的條件，叫做有車有房父母雙亡嘛。那優點當然是你就什麼都有出門又有車，然後也不怕被房東趕，也沒有婆媳問題。但真的是這樣嗎？你不要講說什麼我說話很偏頗你自己看 PTT 上是不是都這樣子說你看這篇討論他寫男生父母雙亡的吸引力真有那麼大，什麼東西好到讓人願意放棄上億田產，一起與男方貸款買房打拼未來，這真是太令人感動了。有生男孩的爸媽，要是小孩長大娶不到老婆該怎麼辦？然後再問說，男生父母雙亡的吸引力真的有那麼大嗎？不知道是反串還是什麼。好，那我們就來討論說，那這樣的男生到底好不好？我們先看法律層面台灣的民法，如果你沒有特別約定的話，走的是法定財產制。意思就是說，如果你們結婚前沒有特別去法院去做約定，那婚前登記在男方名下的房子跟車子，結婚以後還是他的那名字又不會換婚前財產分配，然後婚後財產就變分別了。所以男方婚前就有的房子，就算你們結婚，未來他賣掉也跟你沒關係，那他的東西，這是寫在民法第1017條裡頭，字很多我就不念了。好，那法定財產制會有什麼問題我用舉例你比較清楚，就是說假設男方婚前不要再幻想了，婚前花了3000萬在台北買一間房，那這間房在你們結婚過後過了10年，房子給它漲到5000。好，請問此時我問你，你認為這2000萬的漲幅跟你有關係嗎？你可以先打答案打在留言區我們等一下就來對答案。再來，你要知道你花的錢法院可能當成家用殘酷的要来了，絕大部分都怎樣，都跟你沒關係啦。那因為根據法院過往的判決房子的本體跟原始價值是男方的婚前財產，就他寫的就是男生的名字女方最多只能分到婚後增值的一部分來注意是一部分，不是一半也不是全部，是一部分。那你要分到這部分，你還要去證明你对這個增值是有貢獻的才能得到，那你就自己舉證吧。你說沒有啊，我都在這裡面生活啊，吃飯啊，上廁所啊，幹嘛漲價我也要分什麼叫做增值有貢獻？比方說管理費是你繳的，水電費是你繳的之類，然後你有詳實的單據來證明說你有參與它增值的過程，很麻煩啊。這地方有個細節就是說房屋增值在法律上是屬於物本身價值之增值，這個東西本身的價值的增值，意思是說，如果今天這間房子男生是婚前就已經把房貸都繳清了，這間房子徹頭徹尾是男生的私有財產，所以增值就完全跟你沒有關係。那有可能跟你有關的狀況是怎麼樣？就是說這間房子的房貸還沒有繳完然後你真的有去協助繳納房貸，從你的婆匯錢到房貸扣款賬戶裡面去，持續多久多少錢這樣，那你就有貢獻了嘛但這個地方又分2個狀況，我們先講第一種情況，你沒有實際的資金支持例如說有些女生怎樣，結婚以後洗手做羹湯相夫教子什麼的非常的偉大那如果你們真的要離婚打官司判財產的時候，你看法官會怎麼判你有打掃家裡，所以你至少要領到一般在外面僱用家政婦的薪水，然後你煮3餐，又要加上廚師的薪水你帶小孩所以還要再加上保姆的薪水，這樣加一加，你一個月應該領10幾萬比你老公還高。但因為你是為了家庭做犧牲，所以為了彌補你的損失，這間房子的獲利應該要判給你，而全部都要給你，你覺得有可能嗎？那這就是家庭主婦會遇到的狀況。就是說你沒有實際拿錢出來繳房貸，這無論你怎麼付出在法官的眼裡可能都不是那麼回事，不是你想象中的那麼回事。
因為你的付出哦，男生才有能力順利工作，而且繳得出房貸。你要法官這樣想，真的是很困難啊。法庭是講證據的，不是講一個 kimoji 感覺的。那另一種情況就是說，你們是雙薪家庭哦，你也要去上班啊，你老公就跟你說，哎呀，寶貝啊，我的錢要付房貸跟車貸，已經沒剩多少錢了，那水電日常開銷的可不可以你出？哦，反正這間房子哦跟車子哦你都有用到，未來也是夫妻共同財產，怎樣用怎樣的，哦，然後你就出了。好，來我跟你講，男人的嘴騙人的鬼。實務上是怎樣？雖然你認為說這間房不在我的名下，但我住進去以後，每個月在那邊付管理費，好，裝潢的錢我也有貼30-50萬，偶爾還要補貼一下房貸，這應該也算我的貢獻嘛，對不對？聽起來合理嘛，對不对？法院想的不一樣，實務上有很多的判例，就是說，法院會把你這付的錢哦，當成夫妻共同生活的費用，也就是家用哦，家用支出，而不是你對這間房子的出資啦。意思是什麼？意思是你每個月繳管理費，你爸媽出的裝潢、水電、瓦斯，法院有可能全部認定成你本來就應該負擔家庭的開銷啊。這件事情家庭開銷跟房子所有權什麼關係？沒有關係啊。所以離婚的時候，這些錢可能會全當家用，一毛都要不回來。這些判例都是有的哦。好，那未來的日子你要怎麼辦哦？好，假設你也知道這個事情，然後所有單據你都有留下來，連房貸轉賬記錄你都寫清楚是幫忙繳誰誰誰的房貸，你以為這樣就穩哦？哦，不好意思。還有一個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東西叫做時效哦。根據民法第1030-1條，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有時效限制，就是說從你知道你的權利被侵害的那天起，往後算2年，算你手上有的證據，只要你超過這個時間沒有去主張，法院也沒有辦法幫你。實務上有不少案件就是因為當事人不知道還有時效這東西拖太久才去告，那結果法院就是駁回了，什麼都分不到。最後你要知道，我給你的建議哦，我的建議是，女生還是要有自己的房子，不要想說嫁給一個有房有車的男生，這輩子就穩了。什麼離婚之後房子分一半，然後下半輩子要贍養費，下半輩子依然去過他公主生活，很難發生哦。這需要極端強大跟精密跟專業人士的操盤才做得到，你知道嗎？前面講那麼多，你就應該知道法律沒有那麼浪漫。你為這個家付出的每一塊錢，法律就可以當家用啊。那你能怎麼辦？你所犧牲的青春跟職涯，判決書上不會幫你明碼標價。你以為你住10年就你的，結果人家一句婚前財產，哇，你就灰飛煙滅了。那些為男人辛苦一輩子，最後怎麼樣落得淨身出戶的新聞，你又不是沒看過。他們當初也覺得自己不會是一個被拋棄的人啊。所以拜託，趁你有能力的時候，你把自己買一間房子買起來，然後買你的名字。那你能力不足也沒關係，你去拐那個男的，然後看怎麼樣幫你出還是怎麼樣，反正你就是要有一個自己名字的房子就對了，它是你的避風港，真的是這樣，不用大不用貴，但是是只有你自己的名字的哦。房子捏在你自己的手上，你才有底气哦，你才有一個後路。那感情好，那非常好哦，夫妻住在一起白頭到老。感情不好，你也不會忍氣吞聲，對不对？哎呀，你既然這樣罵我，好，你可以大門一甩，東西寬寬的，然後直接就跑去你的避風港裡頭躲起來，就這樣啊，不用看任何人的臉色。多少痛苦的婚姻，就是女生沒辦法，什麼都沒辦法，沒有賺錢的能力，然後家事一大堆，幫忙帶小孩，老公回來拳打腳踢撒氣啊，她怎麼辦？她就只能忍耐這一輩子，沒有底氣啊，沒有底氣就會變成這樣。你有你自己的基地，有一個永遠能讓自己遮風避雨的地方，你在未來的婚姻中才会真正的挺起你的腰桿。我講這個會不會太雞湯啊？但我真的是這樣子想的啊，就是女生很奇怪，就是會去做那些美好的幻想，那有時候愛情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那法院怎麼看待愛情？你先保護好自己啦，把自己的基地啊什麼的都建立起來以後，那你才可以這樣子就真情實意的認認真真去愛一個人，而不是就虛情假意，他罵我我要忍受，他打我我要忍受，因為我沒有地方去了。講完啦，要罵我說我太冷血了一樣留言啊，沒差對哦，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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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
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自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掰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啊。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哦。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自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哦，好哦。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故事，講故事，這是一個我聽來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主角叫小美她跟男朋友在一起好一陣子，感情穩定，已經論及婚嫁。你也知道，現在年輕人要結婚房子通常是最大一道關卡。有一天，小美來密我，還跟我說，她男朋友主動突然以前都沒講，突然主動提起想要先買房子。理由是之後搬出去住總有一個地方就是自己的家，而且他捨不得讓小美一起背房貸，所以就跟小美說，房貸我來扛就好，她不用擔心，反正未來一起住，房子是我們一起的。小美聽完覺得怪怪的，因為她男朋友一直以來都是奉行 AA 制的人AA 主義，連吃頓飯都會算得清清楚楚，現在怎麼突然那麼大方，要扛那麼大筆支出，她覺得很奇怪就來密我。那我跟他講一下，就今天影片的這個概念一般來說，婚前購入的財產，離婚時另一方拿不到，這是通理大概都是這樣。小美聽完就沉默了幾秒，然後說她要去找她男朋友問清楚。在跟她討論的過程中，我會感覺那個小美不是什麼很溫柔的個性感覺她個性也是有點火爆這樣，小辣椒這樣。那隔天她就直接跟她男朋友攤牌，開門見山的問說，你是不是知道婚前買了房子，將來離婚我分不到，所以還這麼堅持自己先買？她男朋友臉色一沉就是解釋說，沒有啦，什麼單純不想讓你背負壓力什麼。那小美說，少來，平常 AA 制的人連一杯飲料錢都要計較，結果今天突然說什麼房貸自己扛那結婚就一起買房，要買房名字就一起掛，不然就不要結了。她男朋友說，對啦，是啦，沒錯啦他就是怕個萬一嘛。那如果有個萬一他房子還是他自己的嘛那小美她才明白說，哎呀，男人的嘴騙人的鬼。她突然意識到說，哇，愛情真的是走入婚姻你不用正式走入，你即將走入也會計較成這樣那經歷這一場她反而就鬆了一口氣，說反正她及早知道也不是壞事，現在她有選擇的權利，心裡也開始衡量說，那我跟我男朋友到底是怎麼樣去處理會比較好？到底要不要讓他婚前先買，還是逼着他一起登記自己的名字，然後怎麼樣的？那這個問題就不是我能幫他的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哦。
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二鄰居、對付二房東、對付二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